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1994年，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花了3000万美元买下了72页的达芬奇手稿。那项拍卖使得达芬奇的手稿成为了世界上最贵的书。之后，在2017年11月15日，达芬奇创作的画作《救世主》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被沙特王子以4.5亿美元的成交价创下了艺术品拍卖史上的最高价纪录。为何达芬奇的画作和手稿均能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收藏品呢？当然，这与他超越时代的智慧是分不开的。达芬奇作为世界公认的天才，有关他的生平都是被详细记录在案的。可偏偏有2年，他居然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具体经历了什么。只知他后来回来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些年来，达芬奇的绝世之作《最后的晚餐》还被研究学者指出，其中暗藏着揭示宇宙真理的神秘乐谱。而以天价拍下《救世主》的沙特王子，似乎也在寻找达芬奇隐藏在画中的宇宙奥秘。那么，《最后的晚餐》中的音乐密码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呢？达芬奇又是否真的与外星人有所联系呢？这一切要从达芬奇年轻时的一次奇怪的经历说起。1452年4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作为一名贵族的私生子，当时的达芬奇并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姓氏，而只能以他出生的地方芬奇为姓。少年时期的达芬奇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但这并没有影响后来他在众多学科上的建树。其实说达芬奇在人类历史上是能排进前3的天才绝不为过。他除了绘画方面的成就，在医学上他还被认为是近代解剖学的始祖，同时他也是最早使用加减符号的人。而在物理学方面，他发现了惯性原理，并且在他遗留下来的手稿中，人们还发现了直升机、坦克以及潜水艇的设计图。这些设计也在400多年后变成了现实。更出人意料的是，达芬奇还颇具音乐才能，不仅会吹奏笛子、弹七弦琴，还能够唱歌谱曲。作为一名勤奋的天才，达芬奇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他的生平也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然而有趣的是，在1476年到1478年间，达芬奇似乎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那是他24岁到26岁之间，而这段空白期又正好处在他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达芬奇凭空消失了2年呢？对此，很多研究学者认为，这和达芬奇在日记中写到的一次奇怪的经历有关。据达芬奇记载，在一次远足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站在洞穴前面的他，不知为何感觉到有股力量在召唤他进去一探究竟。尽管后来没人知道在洞里发生了什么，达芬奇也避而不谈。但根据他先进于人类社会几百年的各种设计和发明，以及在众多领域的卓越成就，很多人都不相信达芬奇这个人是个普通的人类。因为我们所熟知的某个领域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一般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但是像达芬奇这样的，连正统学校都没有去过，多数时候靠着自学就在10几个领域做到了出类拔萃的人，我觉得可能找不到第2个了吧。有人就认为他也许可以看到未来，所以他能早几百年的时间设计出坦克、直升机、机关枪等各种发明。也有人说，也许达芬奇是在洞里遇到了拥有高级智慧的外星人，并洞悉了宇宙的真相。也许正是受到了外星智慧的启发，达芬奇才成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天才。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在达芬奇的画作里隐藏着各种谜语，甚至是宇宙的真相呢？其实，在15世纪的意大利，
宗教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那时候的思想家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比如后来科学家们在研究达芬奇的画作时发现，有人在他原先的作品上用厚厚的颜料覆盖了违背当地宗教信仰的画面，比如这些。当然，达芬奇早有预料，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就把神秘的信息隐藏在了画作里。这其中就包括《最后的晚餐》中所隐藏的声音密码。那么问题来了，声音是否真的能够储存信息，并被其他人所破解呢？事实上，声音的确可以被用来传递各种信息，甚至还能够被我们所看见。这要从一个经典的声学实验说起。1787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克拉德尼发明了一种方法，能够将声音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处理。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声音所产生的图案。而克拉德尼也因此被誉为声学之父。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克拉德尼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先是在一把小提琴上放置了一块较宽的金属薄片，并在上面均匀地撒上了沙子。之后他便开始用琴弓拉动小提琴，结果发现这些细沙竟然自动排列组成了不同的美丽图案，并且随着琴弦拉出不同的曲调，声音所形成的图案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复杂的变化。这些图案后来被命名为克拉德尼声音图案。很多人说，声音的确蕴藏着一种特殊的能量。在印度的古书中，甚至记载着宇宙就是起源于一个声音。更有细心的人发现，达芬奇的名画里隐藏的乐谱才是终极达芬奇密码。事情要从意大利的一位音乐家焦瓦尼·帕拉说起。2007年，帕拉声称他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发现了隐藏的乐谱。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帕拉详细地回忆了他的发现经过。当他首次看到这幅画时，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耶稣和各门徒面前的桌子，因为那里有着一些垂直线和水平线。而作为一个音乐家，帕拉在看到这些水平线的第一时间就想到，它们可以组成乐谱中的五线谱。之后，他又注意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画面中各个人物的手以及桌子上面包所在的位置，其实是隐藏的一个个音符。之后，帕拉又依据达芬奇从右向左的写字习惯，成功找出了这幅画中所隐藏的乐谱。据研究学者们介绍，旧时的巨型画作都会经过精心的设计，其中的每一个部分放什么、摆放在哪里，其实都是有讲究的，绝非随意摆放。更有人认为，这达芬奇留下的神秘乐谱一定隐藏了解开宇宙真相的密码。来，一起听一下，不知道有谁能解开呢？其实，正如人们可以通过冥想、吟唱进入某种状态一样，声音不仅能够储存形式多样的信息，也能够帮助人们感知到不同的世界。比如，在印度教和佛教中都存在着一些特定的咒语，据说信徒可以通过这些咒语和不同的神建立联系。也正是出于这种声音所具有的神奇特性，美国宇航局为了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曾于1977年连续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并将2张旅行者金唱片发射到了太空。而那2张在宇宙中已经飞了40多年的金唱片，就承载着以声音的形式记录的各种地球信息。设计它的科学家说，声音是宇宙的共同语言。我们希望有一天，宇宙中的其他高级智慧文明能够发现金唱片，并主动与人类取得联系。当然，聪明的达芬奇除了会把自己所知的宇宙信息以音乐的形式隐藏在《最后的晚餐》中，事实上，在达芬奇的其他画作中，其实也隐藏了不少有关外星人的信息。
其中的一幅画便是在开头提到的天价画作《救世主》了。画中耶稣的眼神尤为吸引人的注意，就像在凝视着画面之外的人们一般。此外，耶稣的脸上还带着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而事实上，这幅作品最独特的地方其实是在画面的右下角，也就是耶稣左手所持有的水晶球。让学者们意外的是，左手拿着水晶球的图案通常出现在佛教中，可为何达芬奇画中的耶稣也有着这样的水晶球呢？如果你仔细看，就能发现，在这个透明的水晶球的内部漂浮着3个白色的小点。据研究学者指出，这3个白点实际上象征着猎户座最闪亮的3颗星星。猎户座被古埃及人看作是众神的故乡，其中最亮的3颗星恰好在空间上对准了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而古埃及人认为神都是来自于猎户座。在传说中，他们的冥王奥西里斯曾在地球上复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猎户座上。还记得我们曾经多次聊到的吗？古人看到的那些无法解释的外星来客，对于他们来说，外星人就是神。所以很多人认为，达芬奇是用这幅画在告诉人们，耶稣实际上是从猎户座来到地球的。也许人类的起源也和猎户座有着关系。而另一幅被很多人认为可能含有外星信息的画，同时也是达芬奇所创作的最后一幅画，名为《施洗者圣约翰》。研究人员在对这幅画进行了镜像处理之后，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形似外星人的脸的图案。而达芬奇本就擅长用双手作画，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也是达芬奇故意留下的信息呢？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人认为，达芬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人类起源的真相。更有人认为，沙特王子愿意花出4.5亿美元买的此画，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是因为它当中隐藏的秘密是无价之宝。当然，只有等达芬奇隐藏在画作中的音乐密码和外星信息被彻底破译的那天，也许我们就能得知宇宙的真相了。